Hello, how's everyone going?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约翰尼 Johnny。在我第一集台澳护理师差异的影片中，里面有提到我在澳洲第3年身为 RN 的薪资。如果还没有看过，然后很好奇的话，你可以点选左上方的连结去做观看哦。在发布那个影片之后呢，马上就引起了一些人的讨论。影片下方就有一个非常长的留言串，里面大概提到了说台湾的大多数人还是只看澳洲的薪资啊，不看其他花费啊，导致蛮多人到了国外打工之后才发现，其实过得比台湾还要辛苦。一般的澳洲人薪资1年就超过了10万澳币，后10万澳币在雪里过不了很滋润的生活等等的留言，发现大家对于澳洲的收入跟支出议题讨论的蛮热烈的。那我自己的朋友呢，对于我自己在澳洲当 RN 的收支也是蛮感兴趣的，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谈谈，究竟台湾的护理师到高消费的澳洲当 RN 是否能够生存呢？能够存到钱吗？先说我自己的经验所得到的结论，答案是肯定可以存到钱的。但我的情况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情况，毕竟每个人的生活目标、消费习惯都不尽相同。不过大家用屁股想就知道，澳洲的收入比台湾高，那按照常理来说，日常生活支出一定也会比台湾高。那在扣除税收以及日常生活花费之后，真的还有钱能够存起来吗？那能够存的话，又可以存多少呢？待会我就会逐步分享我的亲身经历，希望大家会觉得这方面的资讯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方面的资讯的话，还请帮我按个赞，追踪我的频道，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好，在我们进入影片正题之前呢，我想要来先插个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喜悦，也就是我从 RN Level 1 Year 3晋升到 Year 4了，时薪也从原本的40.9块涨到了44.3块，这其中又是另外一个8% 的涨幅。看着自己的薪资成长，真的很开心，也很有成就感。不过呢，在这中间呢，其实有不为人知的辛酸面。老实说，我在几个月前呢就应该要提升为 RN Level 1 Year 4了，但是因为我的 manager 很不给力，然后迟迟都没有被晋升调薪。这即便是我花费了很多的心力，来来回回的写信追踪很久都没有用。这整个事件呢，是直到我后来累积的证据去 Human Resource HR 反映之后呢，才马上被重视，然后马上被处理。距离我一开始反应呢，是拖了将近2个月之后才被晋升，这中间呢也算是经过了一番波折。因此呢，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跟正在澳洲奋斗，或者是以后有打算想要来澳洲闯荡的朋友们说，虽然澳洲很多的行业啊、薪资福利等等都比台湾还要好，但是你的权利还是有可能会被忽视的，尤其是当你的工作单位管理阶层不可靠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澳洲生存得好，你必须学会如何为自己的权利发声，避免自己的权利受损。如果大家有类似的经历，可以在影片下面加个1。我想很多人都很好奇，这样的情况究竟在澳洲常不常见呢？ OK，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澳洲护理师的薪水能够在澳洲存活吗？这个问题牵涉到2个层面，收入以及支出部分。首先我们先来解析收入的部分。今天呢，我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是自认为能够代表澳洲的中产阶级的一员来跟大家分享。可是我到底能不能算得上是澳洲的中产阶级呢？回到这个问题的话，就必须提到平均薪资和薪资中位数了。平均薪资呢，是将所有人的薪资全部加总起来，再除以所有算入这个资料的总人数。但这个情况很容易造成少数极高收入的人拉高平均数的情况，例如企业的老板、CEO 啊、明星啊等等的职业，常常一个大老板的薪资就足以抵掉好几十万人的收入了。在一群人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赚得很多，就能够把平均数拉得很高。可是绝大部分人其实根本赚不到那个平均数，这就是平均数的缺点，容易被高薪人士影响数据。所以我认为薪资中位数更能够反映实际的状况，因为这个数据呢是最直接的告诉我们，有一半的人赚得比这个数目还要多，有一半的人赚得比这个数目还要少，对于了解大多数人的收入分布更加准确。相比之下，平均薪资则可能因为极高收入者
给我们一个不符合现实的数字，让大家误以为所有的人的薪水都很高，并没有。那澳洲这边的平均薪资和薪资中位数大概是多少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在澳洲统计处能够找到的澳洲平均薪资及中位数。之前有一名网友呢，有提供一个资料来源来支持他先前的论述，说一般的澳洲人年薪就超过10万了。他的资料来源有说数据是从澳洲的统计处得来的。但我找了一下，我并没有找到这一个数字，有找到的是目前的周平均薪资，以及去年8月的薪资中位数。所以我今天就先用这2个数字来做计算给大家看。如果有其他朋友有找到那位网友所说的数字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提供资料来源给我，谢谢。我们以这2个我找到的数据算出来的年薪呢，大概是澳币的99996，以及澳币的72592。在澳洲的各位可以检视自己的收入状况大概落在哪个阶层，而我去年光是护理师的年薪就有超过这2个数字了，所以我想我应该可以自称为中产阶级了。那我去年真正工作赚到的钱呢，是92150加上18705的 salary package， 总共呢是110855元。我去年真正要缴的税是23881，这是我跟我会计师拿的报告。请注意，这个税收呢是包含我的工作、投资以及其他收入全部加起来的收入所计算出来要缴的税。不过今天因为不要搞得太复杂，所以我用我的工作收入扣掉我的总税就好了。所以我的工作收入扣掉我的总额税，我去年是起码实领了86974元，大家先记这个数字。好的，那在看完澳洲的平均薪资以及薪资中位数之后，顺利的证明我自己可以挤进中产阶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这个中产阶级在澳洲的存活率究竟是高还是不高。让我们进入支出的部分。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对于高消费的澳洲物价指数有什么概念吗？我想有一部分人会觉得，既然澳洲的薪资是台湾的2至3倍，那这样物价应该也是2至3倍吧？会有这样的想法是非常正常的。于是，在我之前影片下方就有人留言说，澳洲的护理师薪资比较高，但澳洲的高税收，消费也比较高，所以多出来的收入就会被支出给侵蚀掉。虽然不晓得这个评论者之前是否在澳洲哪个城市或者是地区生活过，然后得出这个结论，但这番言论给人一种多赚的钱全部都会花掉也是很合理的吧？这个说法让我们来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事实呢？首先，以我自己亲身经历得到的结论呢，从台湾来到澳洲之后，同样身为第3年的护理师的收入大概是变成3倍，但是澳洲这边的物价比台湾贵3倍，这是一个不正确的推论。我等等会举蛮多的例子给大家看的，有些东西呢，甚至在澳洲比台湾还要便宜。其次，我想要跟大家说，假设如果今天澳洲的薪资跟消费都是台湾的3倍，按照来说，储蓄的速度也将会是台湾的3倍。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例子。我举个例来讲，假设今天澳洲的薪资跟消费都是台湾的3倍，我今天在台湾当护理师的收入假设是5万元，扣除零零总总所有的支出大概是3万元，因此每个月就可以存了2万元。那如此一来，我在澳洲每个月的收入就会是15万元，支出的话就会变成是9万元。那这样15万元扣掉9万元，剩下的岂不是6万元吗？6万元是不是也是在台湾存的2万元的3倍呢？因此，按照这个理论，澳洲能够比台湾存到更多的钱，这件事情是肯定的。接着也有人会提出，没错啊，虽然说储蓄的速度是台湾的3倍，可是这些储蓄下来的钱，如果在澳洲花费的话，存款消耗殆尽的速度也将会是3倍，那就会跟在台湾花费台湾赚的钱是一样的速度啊。不要瞎掰好吗？这个推论的前提是澳洲的物价也是台湾的3倍 ，which is not really accurate， 并不是事实。况且，难道我今天在澳洲赚钱，我就只能在澳洲花费吗？难道今天在台湾工作的大家赚到了钱之后，就只会在台湾花费吗？大家不曾出国去更高消费或更低消费的国家花过钱吗？如果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一样在影片下方留言，我们来讨论一下。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澳洲的真实物价吧。OK， 那接下来呢，我就从澳洲的 Woolworths 网站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澳洲网站呢，然后跟台湾的网站呢，找了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比较常看到的东西来比较一下两地的物价。
我们先从 Woolworths 的网站，这是一个澳洲的一个连锁超市。那在台湾这边的话，非常可惜的，我找不到全联或者是爱买的资讯了。我打了牛奶啊跟蛋那些，结果一点价格都没有跑出来，我也是蛮诧异的。所以我这边是找了家乐福的网站哦。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澳洲这边，蛋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最便宜的这个 Woolworths 12 Large Free Range Eggs 600公克哦，它是5.7块澳币。那今天为了方便计算呢，我们就以澳币与台币的汇率就1:20来方便计算。那所以说5.7块澳币这边呢，算起来会是114块台币 for 600公克的蛋。OK， 那这边在台湾这边找到可以最便宜的呢是这个 Sea Animal Welfare Free Range Eggs 300公克89块台币。那如果说今天以都600公克来算的话呢，就是178块在澳洲这边是可以比台湾便宜的。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牛奶的部分。那牛奶的部分这边可以看到最便宜，澳洲可以找到的是 Woolworths Full Cream Milk 3公升4.35块，4.35块什么概念呢？4.35乘以20就是87块台币。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应该是林凤营是最接近3公升的，它是2728毫升，所以还不足3公升。那它卖的是252块台币，那跟澳洲的牛奶比起来，是台湾比澳洲还要贵3倍。OK， 这是牛奶的部分。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牛肉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比较便宜，大概是8块8块5啊。台湾这边的话呢，这边有一些找的是牛腱啊，然后这边有一个200公克哦，420块。不过这边有比较便宜的，叫 Chuck Eye Steak， 这样一样从澳洲来的，不过看起来价格是188块的，跟这边的8.5块我觉得是差不多的。牛肉的部分的话就是打平。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11，那我们来看一下衣服的部分。那衣服部分我们就举几个比较常见的品牌，比如像 Uniqlo 跟 H&M。Uniqlo 这边的话呢，看一下这边的衬衫类 ，Super Non-Iron Striped Slim Fit Long Sleeve Shirt， 9.9块澳币，59.9乘上20就等于是1198块。好，那在台湾这边的话呢是1290块。所以澳洲的 Uniqlo 反而比台湾还要便宜，所以再一次打破了澳洲的物价比台湾还要贵。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H&M， 我找了2个一样同一个 model， 所以应该是同一件吧。那这边的价格呢是34.99块，4.99块乘上20，699.8块，算700块好了。那在台湾这边的话是699，澳洲油比较贵，贵了1块钱哦，不过不是3倍，好吗？然后接下来看一下大家最喜欢的 iPhone， 在 iPhone 16 Pro 在澳洲这边呢起价是1799块，799乘上20就等于是35,980块。好，在台湾这边的 iPhone 16 Pro 是从36,900哦，差了快1000块，不过是台湾比较贵。好，那食衣住行育嘛，那我们再把这个算成是教育的一个，那现在工具很重要。那行，那我们来看一下行，看一下 Toyota。那我们这边找到的是 Corolla Cross 的 price。OK， 在澳洲这边的起价呢是4,465块，4,465块乘上20就等于80.9万哦。那在台湾这边的话呢，豪华版是79.9万哦，比澳洲的80万便宜了1万块左右。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较高档一点的车子 ，Mercedes-Benz。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 C200的 Sedan， 然后这边是97,817乘上20就等于195.6万。那在台湾这边的话呢，一样是 C200， 我们来看一下规格有没有一样哦。这边是150千瓦加上17千瓦 ，OK， 这边是150千瓦加上17千瓦 ，OK， 这算是同一个规格吧。那 C200 型号也是一样的，所以比起来是257万。所以你买同一台 Mercedes-Benz 在台湾买跟澳洲买可以差了50多万了，你已经快要可以再买另外一台 Toyota 了。
OK， 所以这边是台湾比较贵。大家看了这么多就是例子，大概不相上下，甚至在台湾有些还比较贵之外呢，澳洲其实也有某一些东西是比较贵的，比如说就是 petrol price。在左边这边呢是一个叫 Petrol Spy， 它是在澳洲跟纽西兰比较常用的一个汽油比价网站。OK。那有来过澳洲、纽西兰的，应该都会知道这个网站。那大家可以看到，199呢，并不是说是199块澳币，它这边的单位是用 cents， 也就是分。OK， 所以说199 cents 是等于是1.99块，所以就等于是大概是40块左右。那便宜一点的话是163嘛，所以是大概是32块左右。那跟台湾这边的925千汽油29.2块，比起来的话是贵的，可是也贵，甚至不到1倍啊，并没有到3倍这么夸张。在吃的方面这边呢，你在餐厅吃的话，就确实是比较贵的。从台湾的网站找到便当店的一个价目表，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除了这个鳗鱼便当之外，大概都是在150啊，然后最便宜是90块左右，就算是一餐了。那在右边这边呢，是在澳洲这边我家附近的一个餐厅，价格的话就大概是从最便宜19.8块到28.8块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396，大概400块，然后再来看一下28.8块乘上20块，576块。OK， 所以大概是从400块到600块，是在澳洲吃一个正常的菜要付的价格，所以就是比较贵。可是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在澳洲的人就会习惯自己煮、自己张罗，因为你这样可以省下很大一部分的钱。你看刚刚那些蛋啊、牛奶啊、牛肉那些钱，跟台湾的物价是差不多的，所以你自己煮跟你出去外面吃是价差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就养成了自己下厨的一个习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不是吗？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房价的部分。在台湾的房价就大家都知道什么情况啊？那因为每个人住的城市，然后或者是不是郊区，都会影响到房价，所以这部分我就不举例子了。大家可以以自己居住的地方的房价，然后跟我这边在澳洲的刚买的一个预售屋的房价来做一个比较。平面设计图就大概是长这样。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 land size 是125平方米，那这边的 approximate house area 是180平方米。所以说这边算起来地坪的话就是37.8平，那建坪的话大概是54.45平。这一个预售屋的价格呢，那大叔签的时候是57万2千澳币，那扣掉一些零零总总，我真正要付的是54万9千澳币，算起来的话大概是台币的1152万台币。那这个预售屋的位置呢，是在离阿德雷德 CBD 市中心大概9公里的位置，路程大概是20分到25分左右。阿德雷德算是澳洲的小城市啊，可以买到1100万台币的房子，大家觉得值不值得呢？大家来自己判断了。看完一些简单的物价比较之后，那我在澳洲这边的花费呢，稍微去计算过了，不过就是算一个平均值。大家还记得我刚刚在收入的部分扣完税之后的数字吗？大概是86974块平均下来，我每个月会花出的支出，大概算了6个月，平均下来的话，每个月是花了大概4000块到5000块。所以我们拿中间值来算，如果算是4750块一个月的话呢，一年大概会花57000块。我从的86974减掉57000，会存下的钱是大概是3万块澳币，所以大概差不多是60万台币，这是我能够确实存下来的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OK。看完一些澳洲真实的物价之后，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今天呢，原本是想要跟大家顺便分享在澳洲的累进税率制以及澳洲的健保收费，并分享我在澳洲会遇到没有办法省下来的硬性支出，以及可以省下来的软性支出。但大家看一下下方的时间，已经是20几分钟了，所以呢，因为篇幅的关系，这些资讯可能要下次再跟大家分享了，实在是非常的抱歉，还请对上述内容有所兴趣的朋友们多多担待。OK， 如果你在澳洲呢没有做什么功课，消费呢是可以非常的贵的，尤其是牵涉到有人工服务的方面。
但相对的，只要你肯花时间找资料做比较，有些物品呢，你甚至是可以用比台湾更便宜的价格去取得的。这个就是资讯差的威力，而大部分的人呢，就是借由资讯差来累积财富的。今天观看这部影片，我希望呢可以达到为大家缩短资讯差的一个威力，希望大家会喜欢。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会跟大家谈谈资讯差的威力。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给我一个赞。觉得我收集并统整的资料对你有所帮助的话，你也可以分享给你其他有兴趣的朋友们。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或有疑问的，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我是约翰尼，我们下次影片见。